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过了4部电影的开场戏，黄袍警察第一场戏就明确地点明了主人公性格，汉江怪物开场戏将怪物产生的原因直观地展示出来，而爆裂鼓手第一场戏将主人公与反派的第一次交锋拍了出来，天国与地狱第一场戏将主人公目前遭遇的困境及他的性格特点都点明。一场戏的作用要么是推进剧情发展，要么是塑造人物，要么就是表现一些情绪，通常来说都是多重作用再融合。一个电影最后被人记住的通常是一个塑造的成功的人物。我们前面聊过的4部电影的开场戏，3部都是在明显的塑造人物。还有另外一种塑造人物的方法也常用，就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我通过拍这个主人公身边的人和事儿，这些人和事儿都直接指向主人公，就达到了塑造主人公的目的。今天我们看这样的一个案例。至暗时刻来自乔怀特导演。首先是一些真实的有关于2战的黑白影像，背景音乐是缓慢低沉的鼓声。字幕交代了当时德国已经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丹麦和挪威，可能马上就要入侵欧洲其他地区，并且在英国议会已经对当时的首相张伯伦失去了信心，正在寻找其替代者。这是电影的历史背景。第一个画面是一个正俯拍固定镜头，在一个音乐重音时出标题，标题就是这样直接出的，至暗时刻。通过前面的字幕说明，我们也知道导演要讲的是英国所遇到的至暗时刻，实际上也是世界历史上的至暗时刻。标题刚消失，镜头就开始动了，机位旋转下降。对白告诉我们，现在是反对党领袖开始讲话。从这个时刻开始，机位同时后退。形成了这样一个大全景，这是一个大摇臂镜头。首先我们看这个空间，其实就是一个我们说的那种方盒子，跟前面一期视频里我们聊到的《天国与地狱》里主角家里客厅是类似的空间。不过现在这个空间是垂直方向上也有层次，因为有一个2楼看台的布置。1楼这里两方互相指责，是代表着2个党派，中间这块区域是议会的议长。我们没有做过调研，我们不清楚那时候英国的真实的议会会议室是不是这样。就这个空间来说，导演是怎么把它做得更有层次的。第一是把一个很大的太阳光直接打进来，打到了一侧，看起来像是单一点光源，但是应该在这里面会有一些补光，因为底子光可能不够，后面单独拍人脸的时候一定是单独做光的。而且这里墙上是有一些小的暖光灯作为点缀，模拟的太阳光让这个空间形成了很强烈的明暗对比，就是用光线给这个单调的空间增加了层次感。回到镜头起始，为什么最开始的机位是一个大全景正俯拍？这个我觉得是可以有多种理解，可以说是上帝视角。一般说这种90度垂直向下拍地面的，就是从天上往地下看，可以说是上帝视角，其实也可以说是导演视角。导演想把摄影机放在哪里就放在哪里。前面这些黑白影像资料也是这种飞机上拍地面的镜头，跟现在这个镜头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过渡，但是它后面做这个调度就不太一样，并不是给你一个纯俯拍视角镜头之后我就直接切到地面上的镜头，它是一个连续镜头，机位在标题刚消失的时候就开始动，这是一个很有秩序的一个安排。我们说摄影机运动，任何的运动你最好是让它有动机，就是你至少要给自己一个理由，我在什么时间点让这个摄影机开始动起来，不然就容易出现我们在前面聊混沌少年时的那种感觉，就是幽灵在看的感觉，只有幽灵才会像随时动就能动。我们也有一个案例，索德伯格导演的感应，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这里摄影机旋转的同时下降，时机就是标题消失，因为这时候画面里人乌泱泱一片，视觉上我们没有一下就能抓住的重点。如果说现在突然有一个人开始走到中间通道上，那或许这可以是摄影机开始动的一个动机，但按照剧情来说不需要有一个人走出来成为视觉焦点，所以导演就找了一个动机，就是标题刚消失，机位就开始动。当然这个大概率也是剪辑时候的选择。
机位一直往下动，一直往下动，下面开始有对白介入，议长让这个反对党领袖开始讲话，机位继续垂直向下运动，一直往下的话就涉及到一个选择，机位往下是到某一个时刻已经没有信息递进了，没有新信息了，我是去切镜头，还是说我要连续让这个摄影机去做更复杂的运动？我可以推到地面上，甚至推到地板下面也可以，就看你怎么去设计。其实类似的例子我们也知道，比如杀死比尔这个镜头，以及罗曼蒂克消亡史这个镜头。杀死比尔这个镜头是在电影第2章节一开始，我们通过这个镜头第一次看到主角婚礼现场上的惨状的全貌，这是这个镜头的作用。而罗曼蒂克消亡史这个镜头同样也是展示人物家里被屠杀的惨状。这2个政府拍镜头之后都是剪接了地面镜头。其实在杀死比尔里边还有另外一个政府拍镜头，是在女主角第一次复仇的黑人女杀手家里。这个镜头跟这个罗曼蒂克消亡史的镜头就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摄影机穿越了房间了，它其实把中间的这个墙壁的这个顶给拍出来了，就是这条细细的墙。就我个人来说，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棚感。实际情况是这2个电影也都是在棚里拍的，当然这只是对我来说有很强的棚感，我可能不会选择让摄影机在这个角度。同样是政府拍镜头，乔怀特导演在这里的选择是不一样的。导演的解决方法就是让这个摄影机本身在向上抬，镜头从垂直向下慢慢抬起来，变成一个水平高度，而且机位还在慢慢往后退，这又是机位层面的运动。这里是不断出现了新的信息了。About my feelings regarding Mr. Chamberlain's future as Prime Minister. 然后形成了这样一个落伏，落伏是一个中轴对称的一个大全景。这场戏我们没有看过剧本，我们从成片来看，这场戏的目的是什么？这场戏要完成的任务是传达给观众一个信息：英国可能会被希特勒入侵，首相张伯伦要被罢免了，现在需要换一个英国首相。这个场景是在英国议会上完成的。如果说第一个镜头是现在这个机位构图，其实也是可以的，同样可以完成这场戏的任务。但是这个就是不同导演的不同选择了，用不同的调度去实现相同的目的。但是我们在这个频道聊过很多的电影了，我们无非就是在说这些导演调度它都不是那种惯常的调度，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如果你要学惯常的调度你打开电视，国产电视剧、国产电影大部分都是惯常的调度，我们见过的太多了。我们想要聊的都是一些不平庸的调度。在这里导演施用了一个连续的镜头，非常丝滑，非常好看。这么复杂的摄影机运动，导演要怎么去跟摄影师说把握这个运镜的标准？就是以什么来作为这个镜头中的参照物的？镜头中总要有一个东西，或者说一个人、一个信息、一个物，在这个连续镜头中能持续的作为视觉重心。比如说我们前面聊过的《混沌少年时》，连续的长镜头中，尤其是场次之间的过渡，摄影机总是抓着一个过路的人，把他们作为视觉重心，让观众的视线有着落。在这个案例中，视觉重心就是这个桌子的这一块空间，连带这个反对党领袖，也包含了这个金权杖。这个金权杖代表了英国的国王的权利，只有这个金权杖在场的时候，议会的开会投票才是有效的。从第一帧开始，视觉重点就在这一块，然后在这个镜头下降的过程中，它是一直保持在画面的近乎中央的部分。站在这个金权杖旁边的这个反对党领袖，其实他也是在这个画面的中央区域的。其实这个区域就是两方的人说话要站的这个位置，他们是视觉重心。导演和摄影师在沟通的时候，确定以这个东西作为这个镜头的视觉重心，在这个景框里它的相对位置是不变的，这样你在镜头机位动的时候就有了原则，就有了参照物。镜头到这个大全景的时候依然不是最后落伏，随着双方议员情绪高涨，机位开始从这个大全景往前推。选择的时间点是在这个反对党领袖把这句话说完之后，双方的这些议员们情绪涨起来的时候。如果机位开始动是在这个反对党领袖话还没说完的时候，明显是不好的。如果等两边的议员已经沸腾了3秒钟了，机位再去动向前推也是不对的，会让这个节奏非常的不舒服。随着镜头往前推，这个金权杖还是保留在画面里，然后我们也能越来越看清楚这个反对党领袖的相貌。We find him personally responsible for leaving this nation ruinously unprepared to face the present Nazi period. 随着他手指出去，摄影机又跟着他手指的方向向左摇，手指向一个地方，这又是一个运动的动机。然后这个画面的落伏的视觉焦点是在这个人身上，这个镜头就结束了，后面就切了一下。这个人就是当时的英国首相张伯伦，反对党领袖。前面的话也是一直指着他说的，所以这个镜头从开始的政府拍大全景，到最后落到一个人身上的中近景，有足够的变化。切过来是这个反对党领袖的中近景，
是一个仰拍，可以看到后面的背景里的这些议员，并且他这种咄咄逼人的姿态也适合用仰拍来让观众的感受加深。又切回来，这个画面其实就是延续刚才那个镜头的落伏。张伯伦转头看向一个地方，然后镜头慢慢推，他看的是这个人。摄影机的位置保持了轴线的原则，刚才这个人是在2楼看台上，然后又切回来一个反打镜头，这个镜头从视角上来说是模拟了这个人的视角，前面张伯伦转头，镜头模拟张伯伦的视角往前慢慢推到一个人的近景，切过来的反打镜头是一个全景，张伯伦只在其中占了很小的一块。这里重要的问题是，如果你要模拟一个人的主观视角，通常来说你应该是要把这个镜头做成一个景别大一些的镜头，如果一个人看向一个地方，他立马就看到了一个特写，这其实是不符合物质现实的规律的。我们看到这个空间，张伯伦和这个人中间隔着的是议会的议长所在的这个桌子，他俩的距离我们就算目测一下也得有4-5米。在现实中，你在这个距离去看一个人，你看到的一定是一个偏全一点的景别。如果切过来这个镜头直接是张伯伦的大脸，其实是不对的。但是现在很多的电影电视剧它就是这么拍的，但实际上它是不符合物质现实、不符合物理空间的。关于这个问题，其实在大部分电影那里好像不太有这个规矩，所以这个我觉得各位是可以选择不相信的。之后有机会我会选几个案例展示一下。说回本片，张伯伦在这里往这个人这边看，那这个人肯定有他的特殊性、重要性。我们接着看，在这个空间里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调度的可能性。我们也前面也说了，这就是一个我们应该避免的大的长方形的盒子。现在戏是在这个反对党领袖以及张伯伦2个人身上，那最多再加上这个人。那现在下一个镜头是什么？下一个镜头当然可以选择前面反对党领袖说话的这个镜头，那就重复乏味了。他当时拍的时候，因为前面的他的对白用了这个中景镜头，他的一整个对话在拍摄的时候大概率是要让这个演员完整的表演一遍，后期剪辑时挑出其中需要的部分，因为这样的话你在剪辑的时候不会出现想用没得用的情况。当然也有可能是导演真的想好了，完全是按照一个线性的方式去拍的，我确定这一段台词我就是用这个景别，我不用前面那个景别，那也是非常有可能的。但是这个是非常有经验的导演才会去做的事儿。据我所知，希区柯克导演和奉俊昊导演就是非常明确的不去拍 master 镜头，也不拍 coverage 镜头，就是一段台词确定只要一个景别的镜头，只拍一个镜头，只用这个镜头。我猜测乔怀特导演在这里是想要不再用前面那个景别的镜头，因为它太普通了，前面也用过一次了。那在这个空间里还能有什么选择？反正你要么拍他，要么拍张伯伦，对吧？你要再拍这个人其实也行，但目前看起来没有什么必要，他身上已经没戏了。最后导演找了一个第三方视角，就是这个镜头。他找这个机位的依据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层次，空间的层次。前面的人的头这是一层，然后这个人是一层，后面还有一层，其实这就至少3到4个层次，让这个画面很丰富。前面这些人的手和头形成了剪影，手举起来也形成了不同的形状，让这个画面造型也很丰富。之所以说在这个空间里没有太多调度的可能性，第一是因为这个空间它是一个长方形的大盒子，第二其实人都是坐着的，没有运动。开会的时候大家都是坐在那开的，最多站起来说话，就没有运动。它不像天国与地狱里面导演尽量让所有人物都在动，并且这个空间本身的层次也不太够，所以这个是导演找的比较好的一个机位。又切到另外一个大全景，从高处去看，其实这也是为了好看，这个镜头也没有什么指向，因为地面的那个大全景已经拍过了，你想想看还有什么角度可以去拍。回到这个镜头前面有过的，从这个镜头来看，其实这个反对党领袖的演员他应该一整段台词是在这个景别里是一整条拍完的。这里给张伯伦也换了一个景别，就是说我们在设计分镜的时候确定知道这里要切回来，这个镜头要不要去换因为在前面镜头里可能他会把所有的表情全拍完，那第二次用他的镜头的时候需不需要去换景别，这是一个选择，不换景别用前面的也未尝不可。当然这里是因为反对党领袖说的话也稍微重一点，说张伯伦已经失去了议会的信任，那给张伯伦一个比较小的景别也是没问题的，因为这句话对他来说比较重。In the country's interest, man, resign, step down and let us find a new leader. 其实这场戏到这里戏剧任务已经完成了，就是议会要求张伯伦辞职，然后物色一个新的首相。又切回来是一个后拉镜头，应该是还有东西想要表达。后拉镜头里要保持有新的信息出现，要有可看性，这两个老人家就要有非常明显的表演了。这个人问 Winston 在哪，
然后镜头摇下来是一个帽子，帽子就代表出席了。这时候我们其实会非常好奇这个人是谁，他怎么这么特殊。所以这场戏还有一个戏剧任务，就是完成了一个对主人公的小小的塑造。如果说我们不了解这段历史的话，甚至说你不知道丘吉尔的名字叫温斯顿·丘吉尔的话，那你也应该通过这个视听语言知道导演把这场戏落点在这个地方是要强调这个人的。其实有点像《红楼梦》说的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先听到他的声音才看到他的人。通过声音你对这个人有了想象，在这里我们是通过一个帽子对这个人有了想象，帽子也是来塑造他的性格，所以这也是开场戏的一种方式。在电影的第二场戏，其实主角还是没有出来。这场戏是张伯伦他们几个人在商量到底下一届首相由谁来当。当然这个人他就出现了。我前面说他给了他镜头他就很重要嘛，是因为张伯伦其实原先想让他来接他的位置，然后他表示自己的时候未到，这才有了丘吉尔上台。所以其实还是在侧面描写这个主角丘吉尔。总结一下，第一，大范围的移动镜头需要有明确的参照物来令观看者保持注意力，在这里导演用的是金权杖。第二，模拟一个人看向另外一个人的视角是要用全景甚至大全景的景别，要看物质空间上两人相隔多远。第三，整个开场戏主角没有出现，但塑造了主角这个人物，类似写作中的所谓侧面描写。好的，这期就到这里，下次见。